以红月为誓，此生永不分离。别害怕，月下是不会伤害你的。对于这个心思单纯至极的少女而言，那个第一次朝她伸出手的人类，成为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光，也就是舰长。吸血鬼不信神，也不信命运，但像这样出现在我面前的你，一定是我遇到过的最大的奇迹。我们就在想，他即将要与重要的人重逢的时候，他又会怎样打扮自己呢？月下给我的感觉是一位只要为了舰长就能做任何事，便会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都展现给舰长的吸血鬼美少女。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把这种浓烈的情感具象化到了哥特风礼服的设计上。带有吸血鬼元素的装饰，映衬自己红色眼眸的宝石耳坠和胸前绽放的红色玫瑰，都能体现月下浪漫的小心思。月下为了让舰长能活下去，独自一人在时间的尽头等待了万年。漫长的时光让他的身体发生了变化，也让他最终得以从被诅咒的命运因果中脱身。虽然姿态发生了改变，但他的内心依然和以前一致。如今的他终于能够牵起最重要的人的手了。这一次，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月下身上的吸血鬼狂暴化特质依然没有消失，只不过他现在已经能很好的控制住自己。只有当舰长的安危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的本能会驱使他全力战斗，彻底释放吸血鬼的天性，不让任何人伤害到舰长。狂野之中不失优雅的电锯，能够将月下身为吸血鬼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看到月下的设计时呢，没有办法不去注意到他这副1人多高的电锯。电锯这种武器类型给人一种威力强大、凶猛无比的印象，它能让对手充满畏惧感和恐惧感，特别是在月下这样的角色手中，更显得格外有震慑力。这个电锯比起以前沉重的巨斧，显然机动性更高了一些。因此，在考虑如何设计它的机制时，我们也是围绕着它的武器来展开的。在战斗中，月下不断地挥舞着电锯切割敌人，在部分技能期间，可以通过操作来延长电锯的切割，造成更多伤害。在武器机制的设计上，我们参照了现实中油锯点火的感觉，为月下设计了充能玩法。通过不断的释放武器技，为它的电锯充能。在充能完毕时，它会将电锯一分为2，此时进入它最狂暴的状态，用双锯交替攻击来撕碎敌人。在开启大招时，月下鲜红的头纱会随着他的能力展开，显现出他完整的形态。所以我们将头纱放到了它最重要的表现中，而这之后的画面是在最初看到月下时就涌现在我脑海里的。在一轮红月的映衬下，在坐落着哥特古堡的密林间，少女用手中的武器撕开所有挡在她面前的一切。尖锐嘈杂的电锯声会将一切威胁到她的愿望的事物切割成甜蜜的礼物。我会亲手开辟我们的幸福。如今的月下如愿以偿地乘上了修伯利安，和舰长一起在量子之海中漂流。这艘船上很热闹，每当有人想要和舰长独处的时候，总是会遭遇各种不明原因的意外干扰，可能这就是不可抗力吧。舰上的大家都是相亲相爱的好伙伴，只是偶尔也会摩擦出一点针锋相对的小火花。月下虽然身高变高了，但精神面没有太多改变，有时候还是会做出孩子气的举动。比如每当说不过某些人的时候，他就会故意俯下身看着对方，从气势上盖过他。他有时会为自己的身高更接近舰长而暗自窃喜，
有时也会为某些人和舰长下自己看不懂的棋局暗自生气，什么情绪变化都写在脸上，非常好懂，也非常好哄。相信有他们在，修伯利安的旅程一定充满欢声笑语。他们和舰长的故事依然在量子之海中继续谱写。和我共舞一曲好吗？就在这里，就在此刻。